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这几天的行情这么狗的，没亏钱都不错了。不过还好呢，我已经在会员群里面吹哨了。其实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说过了，我对于接下来几天的行情不看好。在会员群里，我最后的一次带单是把比特币从23300左右让吃了一个超短线，走到23500左右就结束了啊，有赚就跑。然后呢，我就警告了我的会员们，我就说以太坊包括加密货币雄图漫漫，不看好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洗洗睡吧，别瞎操作了。这段时间有赚到钱就不错了，该歇一歇了，反正你们前几天跟上节奏也赚的都差不多了，利润还不错嘛，对吧？就这样了，不如看看戏，不如睡觉啊。那为啥面具人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了一些现象啊。首先呢，就是美股上涨了，美股的市值已经明显回暖了，但是美股上涨居然带不动币圈。之前币圈和美股的相关性还是很高的。一般来说呢，美股涨了，币圈就会涨，但是这一次居然没有，为啥呢？等会儿在节目中间我会告诉你们的。顺便呢，我还想说一下，从 K 线的周期性结果来看出来的一些行情分析啊，接下来到底会怎样？OK， 在讲正题之前呢，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同时呢，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分析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甚至亏钱了，那可不能怪我啊。那面具人，我还想恭喜一下。以下的3位幸运观众参加了每期节目的幸运数字的抽奖，获得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 Internal Broad 召唤石，每人1颗啊！你们请登录一下 Space 公会，网址是 spaceguild.io， 把你们注册的邮箱留言给我啊，一定要填我的推荐码啊！留言发给我，我就可以给你们发奖励了。赠送召唤石的活动，大家参与的积极度还比较高啊，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太贵了。说实话啊，我给你们送我都有点割肉，毕竟是我拿钱买出来的东西嘛。但是大家盛情难却，我就再把这个活动延期1周啊。你们把我节目中说的神秘数字，包括你的 Space 通行证的邮箱留言给我，我还是会从中抽取1名，赠送价值0.1个以太坊的召唤石1颗。哎，抽取3名吧，反正面具人我有钱，我赚到钱了，独乐不如众乐啊！好，来讲正题啊，美股最近可谓是节节攀升呀，4连阳，连续4天涨，市值都已经反弹到了7万亿美元了，给大家有一种小牛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币圈没涨，币圈反而日线级别啊，尤其是以太坊日线级别6连跌了。从2000美金跌到了现在只有1600出头了，那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们，确实是挺令人害怕的。为啥呢？我们来以史为鉴一下啊，以史为鉴，就是那个历史的史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史。今年以太坊出现了6连跌的时候，还是6月7号开始的，连跌了10天，直接从1800跌到了800美金。然后呢，6月25号也开启过6连跌，从1200美金跌到了1000美金。再早点就是5月份开启大熊市的时候，从3500块钱开始跌，也是6连7连，直接跌到了反正就是大熊市了嘛。从以往的数据，我们观察一下，不难看出啊，每次的这种连续5天、6天、7天的连续下跌，都会至少开启一轮小熊市。但是这一次，以太坊也连续跌了6天了，是否会再开启小熊市呢？出现比较恐怖的下跌呢？是否会啊？我们不如从周期性的数据来看一看，就看近期的周期数据啊。以太坊从7月开始，基本上就打开了一个上涨通道啊，基本上7月初啊一直涨到了前段时间嘛，前几天才开始往下跌的。其实从这个周期来看啊，
以太坊已经1个多月没有出现连续下跌的情况了，所以呢，这一次的下跌，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为合理的周期性回调，不能把它绝对看作为崩盘，马上要开启熊市周期了，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也有周期性回调的可能性，毕竟涨了1个月左右了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看问题千万不能极端，因为你一极端，你就很容易判断错方向，直接给走反了，然后就把自己爆仓了，或者把自己套牢了嘛，对吧？而且还有一个点啊，你们要考虑一下，那就是以太坊2.0合并的这个事情还摆在这儿。虽然说以太坊合并的这个吃相是相当的难看，你说合并了以后有啥好处？没啥好处，性能也没有太大的提升，手续费肯定是不给你降低啊。你说能有啥好处？无非就是收割矿机嘛，收割显卡嘛。但是毕竟以太坊的这个举动还是会收割很多的矿工显卡矿机的，强迫他们把显卡矿机转变为32个以太坊，质押到验证节点里面去。那一质押，把矿机变成以太坊了，这个钱是不是就进以太坊的池子了？而且也有数据能够支撑我的这个看法啊。8月份以来，以太坊2.0合并新增质押的这个验证节点超过了14.87万枚以太坊，价值超过了218.47亿美元，啊，增加了这么多的钱，然后币价还跌了，那只能有一种可能性嘛，就是被套利了。不过呢，合并还没有完全开启，这个数值啊还会增加的，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大家被逼着把自己的矿机显卡转变为验证节点去买以太坊去质押，短期肯定会对以太坊的币价形成一定的有利效应的。长期呢，我不知道，长期谁也说不准嘛。不过长期我反而不是特别看好，因为咱们从一点就能看出来啊，从以太坊急着合并这种几乎没有提升的合并可以看出来，以太坊基金会其实对币价能上去多少是没有多大的信心的。但是呢，他们还又想赚钱，那怎么办？只能卷了呗，只能杀鸡取卵了呗，把矿工都杀了嘛，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合并，以太坊的这其中有一个大矿池啊，还非常支持它合并，把自己的这个算力都解散了。那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中间有多么巨大的利润呀，是不是？矿工一个显卡就是几万块啊，杀一个矿工就能吸过来几万块，杀10万个矿工呢？你们想一想，就算这些矿工不全部来以太坊2.0，我们只拿30%、20%的矿工，每个人杀出来几万块、几十万，可不可以？你们要记住，任何人做事，尤其是团体机构做事，它一定是有巨大的利益来驱动的。所以呢，面具人我认为以太坊急于合并2.0，也是有点急着割矿工韭菜，包括对自己的利益考量，这一方面是他最大的动力，而且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运营压力，什么资金杠杆呀、借款呀、基金会呀、这些利息呀啥的。现在币价下跌了，稳不住币价了，拿啥钱去给人家兑付？拿不出来钱是吧？杀鸡取卵呗，对不对？杀这些文武百官，把他们家抄了，把他们共产了，把钱拿过来，不就能兑付了？就这么简单。好，这是以太坊的情况啊。然后呢，面具人想再来给大家说一下，美股涨了，为啥币圈不涨的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市面上的资金量有限，流动性不足了。因为这个加息把人加的现在手里面都紧张，人们的消费能力跟不上了，手里面的闲钱跟不上了。因为房贷、车贷、消费贷、生意贷的利息都在涨，对吧？生活成本太高了，扛不住了，投资能力跟不上，所以呢，就算有人有闲钱能投资的，大家也都会因为手里面的钱少，所以胆小。钱是人的胆嘛，对吧？那他们胆小了，又想投资，该投什么呢？怎么办呢？比如买国债呀、银行理财呀，或者是美股。那美股的风险肯定是比币圈小得多的嘛。现在币圈就这样
就是一个大风险的环境啊，而且人家手里面又没钱，没钱就肯定害怕亏钱嘛。所以你说能有多少资金进场币圈呢？你币圈能牛到哪儿去呢？你牛你也牛不到哪儿去啊。所谓的牛，无非就是谁告诉你牛了，就是想割你的牛，割你脑子里面的牛啊，不是割你裤裆里面的牛。好，不开玩笑了。币圈的生态啊，其实现在很一般，你跟美股根本没法比。我可以这样帮你们理解一下币圈的生态实用性现在有多强。你们就以60分及格来说的话，现在币圈的项目的实用性、生态性连10分都不到，明白了吧？所以呢，你觉得币圈能对那些尤其是保守型、稳健型的投资者造成多大的吸引力？但是呢，咱们混过社会的、有一定年龄基础的人都知道，现在人投资70%、80%的人还都是稳健型、保守型的投资者嘛，甚至90%，只有10%都不到的人是那种想投机的、玩高风险的。但是这部分人由于他们经常游走在高风险的边缘，所以呢，他们的资金体量也不会很大，好不容易挣点钱又会被赔掉、割掉。主流的资金，币圈现在肯定是抢夺不过来的啊！再加上现在市面上啊，也只有微弱的声音说美联储加息会缓和，但是并没有声音说美国美联储会大放水，欧洲会大放水，根本没有这个迹象。而且退一步，咱们再来说，即便是国家放水了、印钱了，咱们也没办法确定这些钱一定会流到币圈，是不是？毕竟现在币圈的名声是越来越不好，就包括以太坊都带头杀文武百官、杀群臣啊、杀矿工，是吧？更别说那些什么小的项目方了、项目币了，割一个算一个。你问问你周围的亲戚朋友啊，现在这些人对币圈的印象是不是都是传销、资金盘、虚拟诈骗，对吧？再加上本身游走在币圈的这些人，很多人都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再投资币圈的各种各样吹牛逼的生态，他们都是谨慎万分的。所以呢，面具人，我认为啊，接下来的币圈的回暖不会像去年、前年那么的激情了，因为当时人们都不懂、不知道啊，都想着这种能赚钱是吧？那些骗子吹牛逼、画大饼的套路也好使，现在就不是那么的好使了，也好使，但是效率会差很多啊。所以呢，币圈接下来的上涨应该是趋向于更科学化的了，情绪性会少一些。但是投机的情绪投资者一定会有，但是整体现在的币圈很多的投资者，币圈的人啊，是越来越看生态和应用了。他们也都怕被土狗割掉，因为这些人都被土狗割了好几次了啊，人被割的多了，也就长脑子了，明白了吧？所以呢，以后选择项目啊，还是要看重生态和应用。那一说到生态和应用了啊，面具人最后想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可能是今年最好的生态项目 Space 公会。这个公会啊，他们旗下推出了多款主打可玩性的游戏，1、2、3、4、5、6、7、8、9、10，反正有很多款游戏，而且人家项目方厚道啊，所有的游戏共用一个生态币，而且这些游戏啊，各自发展领域的侧重也都不一样，玩法也都不一样，所以呢，它的面和功能性都是非常全面和广的。当然了，打金和博彩还有社交也都是必不可少的。Space 公会第4季度会上线2款手游，走的是炼油加传统游戏兼容的模式，还有一些赌博性质的游戏Gamble 赌博这个东西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永远都不会过时。炼油加上这个东西，未来可期啊！而且他们推出的游戏的品质也都很高。既然人家有底气做传统游戏玩法，那在游戏的品质上肯定没得说。而且传统游戏，你要传统游戏有传统游戏，要炼油有炼油，要打金有打金，要社交有社交，要 gamble 有 gamble，
多好的！现在你们买5颗召唤石，并且填写我的推荐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每日公会任务的奖励。这些公会任务都是免费做的啊，你只需要点一点手指头，你就有可能白嫖到 NFT、代币以及苹果手机啊！而且人家项目方本身就有安全审计和 KYC， 不存在跑路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你买了5颗召唤石以后，就可以得到1个币通用玩10几款游戏的通用平台币。人家项目方厚道啊，不是说出一个游戏出1个币啊，出一波游戏割一波，人家玩的就是生态。各位观众，你们仔细想想啊 ，Axie 的宝箱2年翻了100多倍，这次人家 Space 公会里面的 Internal Bra、Cyndia， 还有几款我见过的游戏啊，我现在不能给你们说啊，都是增加它的币的附加值的。嘿，你们想错过吗？啊 ，Axie 只有1款游戏啊，跑鞋只有1款游戏啊，人家有10几款游戏啊，你想要它的币不？填我的推荐码去买召唤石吧。废话不多说，链接和推荐码我就放在留言区。人家的项目好不好，你们自己进去看，你自己有脑子能判断吗 ？OK， 如果你们想要像面具人我的会员，赚钱的机会也能跟上，避险的机会还能跟上，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去那些什么土狗激情群梭哈干啊！祝你好运。